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然有管论坛，我是飘哥。前几集我们都介绍了印度神童阿比亚，他在视频里面告诉我们，6月21日会发生一次日食，而且这个日食也已经实现了。这个日环食其实国内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见了，而且给了我们非常不同的这种天象的感觉。那么呢，前一期视频的话呢，我们也介绍了什么叫做沙罗周期、沙罗序列等等，而且介绍了印度神童阿比亚。他给我们所带来的预言，我们也对他的视频前一段时间做了全程的翻译。阿比亚所讲的每一条都成真了吗？我们现在来翻数一下。在621的日食预言当中阿比亚首先提到的是对肠胃的影响。阿比亚说，此次日环食会对人们的肠胃出现比较恶劣的影响，肠胃疾病，比如说是沙门氏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菌类疾病，那么呢导致于腹泻、腹部肠炎等等，对老人和小孩还有本身有一些体弱的人都会产生使病情加重的那种感觉。那么呢，看视频的小伙伴们呢，你们最近的肠胃有没有莫名其妙的异常呢？其实很有趣，在我们翻译了阿比亚的视频之后，那个视频里面真真切切的所说的那些东西，很多的小伙伴们都理解了，而且很多小伙伴们很有意思的就是在下面的留言当中，在最近这几天确实说感觉到了肚子不舒服感觉到这个胃肠不舒服等等，而且是很莫名其妙的。其实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前段时间的话呢，你记得我说那个总是这个胃肠不舒服，而且总上厕所。当时嘛，我刚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以为我是吃辣椒吃多了，吃辣子吃多了。对呀。但是后来的话呢，我忽然感到，我们这几期做的阿比亚神童，我们的预言大全频道，这不是一直在说这个印度神童阿比亚，他所预测的这个日食期间，就是对人体的这种伤害，肠胃的伤害，难道在我身上发现了吗？对，这看来是这样了。确实，我想可能是就像他说的，日食的时候呢，大阴，这个大阴的时候呢，人们就容易受凉，对，肚子肠胃就会不舒服，对，所以最近就是要注意一些。对，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还有的话呢，就是食物水都会受这种大阴的影响。对，比较有负能量。对，所以这个确实在飘哥身上应验了，而且呢，奠定了飘哥对印度神童的崇拜相信预言就是很准确实很厉害。五体投地。有很多人可能说呢，这是一种巧合，或者是是一种叫啥？是一种迷信。对。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想，我就挺喜欢那个功夫熊猫里面那个老乌龟临走之前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巧合，是吧？是吧？第二点，他提到的是什么呢？此次日环食会给农作物和降雨带来巨大影响，天气也会极为不规律。那么呢，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最近深深有体会，国内国外大洪水等等，大家现在在最近都看到了我国的南部地区，对吧？大量的降雨使很多的城市被淹。那么呢，近日以来的报道，我看那个不单单是国内的长篇累读，而且是国外的这个YouTube 视频等等都有很多关于最近的这个天气恶劣的天气等等这个报道。比如说湖北告急，四川堰塞湖决堤，重庆告急，水位创下了历史记录，贵州大洪水，安徽紧急泄洪，多处水库大坝泄洪。现在国内外呢都引起了关注三峡大坝。那么人们的担心，这么多的大坝泄洪，原因是什么？那么人们这种担心，对现状的担心，对洪水的担心，对将来会发生什么的担心，对三峡是否稳固的担心，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一种反应。那么呢，其实也体现了在洪水下游的人们的一种恐惧，甚至是恐慌，确实是，对吧？那么呢，上海今天发布叫两黄一蓝预警，表示什么呢？暴雨
加雷电加大风。印度前2天泥石流、地震，在北部地区，整个国内外在日食出现的地带，大家记着吗？上一期视频咱们在翻译的时候，整个的地带咱们都给囊括了，对吧？都给看了，是吧？那么在这个地带里边，仍然是在这个地带里边，天气异常，加之今年是庚子之年，庚子之年多灾难，也确实应验了这一点。我们都是属于无神论者，但是呢，像刚才咱们的网探小齐讲的，是巧合，但是这个世界上似乎又不存在的巧合。在现代科技发达的今天，人们仍然躲不过大自然的闪电雷鸣，躲不过恶劣天气的肆虐，好多人因此而无家可归，饥肠辘辘。而阿比亚的预言虽然是短短的几分钟，却是直中要害。他预言了洪水、飓风、自然灾害，而现在的各处的自然灾害似乎比他预测的还要更加的令人恐惧。我们并不想，我们仅仅就是一个预言的娱乐的频道，我们并不想耸人听闻，但是现实情况其实让无论是国人，无论是国外的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处在那种状态之下的时候，当某一个人或你的亲属、你的朋友处在那种被泥石流要冲击的危险之下的时候，你的心中都会有一种担心。第3点呢，阿比亚提到的就是这次日环食主要发生地区，也就是在印度的北部和中国的这个边境的这种交接地带。那么大家知道，占星学当中的话呢，有关各种星象的解释，在日环食发生的主要地区都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程度，无论是人为的或者是自然的。那么呢，最近的中印边境大家都知道这纠纷不断，而且有升级的态势。在6月2日阿比亚发布的这个视频，然而的话呢，现在已经是6月20几号，似乎种种的现象都已经逐渐的出来了，而且势头的话呢有不减之势。近日的话呢，有国内外媒体报道，可能是国外媒体报道的更多一点。那么呢，印度总统莫迪允许或者是默许印度军队可以开炮，其实这有可能从冷兵器转到热兵器，这是一种升级的一种体现。我们不希望战争升起，我们不希望人间再有这种由于战争而引起的这种伤亡。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通过占星术而预言到的边境战争、边境争端有可能会升级。他说了，在阿比亚的视频当中说了 may get worse， 而现在我们看到了确实 get worse。 阿比亚也警告大家，在日环食期间的话呢，尽量的避免不要外出，而且尽量的不要吃一些食物和等等。那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物或者水会被日环食影响而携带负面能量，摄入人体之后的话呢，会带来那个对人体有伤害或者带来疾病，尤其是免疫系统的疾病等等。而且他也说就是说那个不单单是在日食发生的当天，有可能的话呢，在此之后1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关注他的预言的小伙伴们都看到了他的预言的准确性和前瞻性。其实我也很欣慰，因为飘飘然一直以来是跟踪报道。那么呢，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阿比亚提出的在日食出现的当天以及其后的1周或更长的时间里呢会有影响。所以呢，天象的影响在最近几日并没有消除，虽然现在6月21号已经过了。所以我觉得通过他的这个预言，大家如果身处洪水地区，或者是水域的下游，或者是容易出现泥石流的地方等等，地震的地方等等，在近期的话呢，都应该做一定的防范。阿比亚的621预言是成功的。有些人可以说是巧合，或者说是蒙准了等等，但我们必须承认，预言的情况真的发生了。确实是这样。对，正如以前所说的，关于阿比亚的新的动态，我们会一直的进行关注，而且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关心的知识。在近期之内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推出更多的节目，以及关于他曾经的预言，我们会更进一步的深度的解析。那么呢，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频道，喜欢频道请点击订阅，并且评论，点击 like，我们会更加推出更好的视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歌。Peace out。对，相应的这个，你的心中都会油然的产生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而且对这种自然现象，或者说是这种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既恐惧也憎恨，为什么这样的天气或者是这样的灾害来到人间，对吧？我们的科技到现在也无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OK， 可能扯远了。